过年了，北京居然出大事。先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高速公路封路，做什么呢？没有公告，没有画面，军车要赶着进城，不是演习，是真枪实弹的清算。清算谁呢？导播来看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告诉大家，被抓捕的这2个人都是高官中的高官。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他张又侠，解放军的军中之王，也就是第2把交椅，仅次于习近平。抓了他做什么呢？原来不只是贪腐，背后真正撼动的是功高震主。2个人居然在过去这1个月早就暗杀、反暗杀，有多惊险？今天人俊为大家深深的来探究进去。中共这个所谓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箭落马的这件事情，透过他们正式官宣啊，引发外界非常大的震撼。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不只是张又侠被捕啊，甚至连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啊，这个刘正义也同时啊都被逮捕。更奇怪的是什么？一般来讲啊，张又侠如果犯了什么罪的话，你就逮捕他就好。这次居然传出来讲说啊，他的儿子叫做张生啊，目前也是中共解放军陆军研究院的副师级的研究员，还有张又侠前大秘书啊王相龙也同时被带走啊。解放军报啊直接刊登报纸，告诉大家说什么？你看啊，他用社论的方式说，要坚决打赢军队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但是呢，总共1500字里面的这个文章里面被发现到说呢，内文有一个叫做“不论职位多高，只要涉腐，绝不姑息”，还说什么涉及多少查多少，牵扯多深就挖多深啊。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张又侠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华尔街日报啊就有一个内幕的报道，他就说呢，北京在调查张又侠之前啊，曾经召开了一场闭门会议。那这个闭门会议就是针对张又侠到底犯了些什么罪，总要给他定一个案子嘛。对。结果后来说会中指控啊，张又侠搞政治团伙，简单说那叫做搞小团体，甚至还滥用啊中央军委的职权，收受巨额的金钱，干嘛呢？提拔了李尚福来担任国防部长啊。李尚福这个人不是臭掉了吗？因为打贪打腐被抓下了，原来张又侠是卖官呐！不只是这样哦，你说卖官这是一件事情啊，居然还指控这个所谓的张又侠，你疑似泄露解放军核武核心技术数据给了美国，这个问题更大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就传说啊，习近平曾经派小组去专门调查张又侠，他在2007年到2012年担任沈阳军团司令任期里面，到底干了些什么事？但我跟你讲，更奇怪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汪浩就说，你从前面的这些迹象来看的时候，你说打贪打腐可能是一个幌子，为什么？他说呢，从解放军报社论的定性来看啊，真正的核心并不在贪腐，而是在权力啊。你光看他前面讲说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的负责制，那请问军委主席是谁？习近平啊，就习近平嘛。是，你这摆明就是弄到了习近平。套一句你刚刚说的，这叫做触怒了龙颜。好，你要来看到了，这一次如果急急如律令，非拿下他不可的话，北京城有多么的风声鹤唳啊！现在网络上有一段影片啊，就有一个民众讲说啊，他要开车啊到这个所谓的高速路上面，结果发现啊全部都不让人家上去，结果你看啊旁边一辆一辆过去了，全部都是军车啊。当然很多人因为他没有讲说这是什么时间地点，可是你知道吗？就有人看到这个影片之后下去搜寻，就是网络过去有没有类似的影片发现，就没有这是第一次被发布的一个网络上面的这个影像哦，所以也被认为说这很有可能就是在近期发生的事情。但更特别奇怪的是，其实军委副主席不是不会被抓，上一个被抓的叫做何卫东啊。是啊，可是何卫东那时候被抓的时候呢，外界什么时候知道他中箭落马？是他已经被捕7个月之后啊，他们才正式官宣说，何卫东出事情了。对，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张又侠被抓的消息是短短的几天之内正式官宣哦，所以也被认为说这是30多年来第2个在任上被查的军委副主席，但却是第1个立刻被宣布，甚至连儿子都被抓出来的。甚至现在开始已经传出来讲说，在当天晚上的这个抓捕行动里面，其实是峰回路转，怎么说？还有很多的秘密。怎么说？传出讲说，在1月18号的时候，本来是这个张又侠要先发难去抓习近平，还有这一段呢，结果被反杀
真的吗？那时候传说习近平在那个什么金溪宾馆那个地方，就张幼霞发现之后觉得有机可乘，你知道，所以那时候调派的兵力啊，准备就去抓这个所谓的这个习近平，没有想到风声走漏，有人提前告诉习近平，习近平不愧是国家领导人，沉得住气，你知道，他什么都不说，但是暗自的调兵遣将啊，所以的习近平离开完了之后呢，就布局说，我的人在这里。现在传出来讲说啊，张幼霞还搞不清楚状况，觉得我就按原定计划了去抓习近平就好了。你殊不知消息已经走漏了。你要抓习近平，你被反杀，习近平还提早2个小时掌握到情资，2个小时好整以暇的部署，去断你的后，去抓你的大秘，去抓你的儿子，让你完全没有退路可退了。不只是这样哦，习近平还安排自己中央警卫局最贴身的警卫，就守在金溪宾馆这边等你来。结果张幼霞的人一过去之后，还搞不清楚状况，你刚好瓮中捉鳖啊！双方爆发严重的枪战啊！结果现在有报道讲说，在当场习近平的警卫死伤9个人，但是张幼霞派去的人啊，却死了几十个人啊！好，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年到这一次，他正式拿下了张幼霞之前，我们讨论了无数次，张幼霞简直是功高震主，习近平是不是不稳了？是不是不稳了？没有他直接把张幼霞拿下来，我就问他为什么可以闷声那么久，为什么可以忍那么久，到现在才动手？你看哦，在今年年初全军开训日的时候，有许多的这个官方媒体啊，都转述这个所谓这个央视网的这个报道，但很多时候就觉得大家觉得怪，所以整个那个稿子里面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或者习近平所谓的强军思想，还有习近平其他的治军口号。你记不记得当时习近平很多的话语都被人家揭露出来，对，是大家要背诵比当年毛语录还要厉害的这个状态下，你什么都不要，而且更奇怪的是哦，其实过往习近平可能在全军开训日的时候，不见得会亲自出席，可是他好歹都会有一些这个发言的东西啊，会拿出来讲。可是2023年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到所谓的全军开训日，居然没有任何一点点习近平的讯息啊！这个就是线头了，多么不对劲！今天军委会主席是谁？是习近平。结果你把他当空气，这个张幼霞要一手遮天，这是其一。后面越听你会觉得水越深，居然张幼霞跟习近平历经了3回合的暗杀、反暗杀、暗杀、反暗杀。太可怕了，所以现在的阴谋论越来越多啊！甚至在去年底的时候，中国学者刘军宁就爆料讲说啊，当时时任空军司令员的长汀球上将啊，甚至呢，他有这个牵入到啊，习近平跟张幼霞之间的纷争当中。怎么说？因为呢，长汀球啊，他是2021年由习近平破格提拔为空军司令，他是习近平的亲信。没错，那时候被称之为叫做最年轻的上将，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正战区期的这个所谓的将领啊，根正苗红啊。结果没有想到啊，在当时啊，那个疑似啊，张幼霞对他出手，把他留置约谈啊。后来居然传出来讲说，他这个所谓的长汀球，因为突发心肌梗塞的部分而去世了。可是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他本身是空军飞行员再加上他是一个最年轻的上将，怎么突然间就这样被搞死了吗？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应该很好，再来就是他应该有严密的医疗小组在监控他的身体，怎么可能会突发心肌梗塞？而且呢，事实上他过世之后啊，很多人就发现到说，在百度啊，以前你都可以搜寻到长汀球说什么啦，长汀球这个人的过往生命怎样，居然悄悄的被删除了啊！好，阴谋论就说长汀球是被张幼霞搞死的。为什么？好，这就回到了去年11月的时候呢，张幼霞曾经应邀访问俄罗斯啊。那本来的原定行程是72个小时，对不对？可是呢，你即使到这个俄罗斯去的时候，你也不会说我大拉了公布。可是你事后行程，你理论上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报道，你知道吗？那个行程一直被极度的保密啊，官网几乎集体啊，将近1个礼拜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啊。结果后来就有爆料讲说，习近平因为他拔擢了这个长汀球啊，居然要求长汀球啊，在这个所谓张幼霞出访的期间是不是要击落张幼霞的座机？哇，他命令自己提拔最年轻的空军司令上将，要去空中暗杀张幼霞。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消息走漏，还是因为凑巧啊，是张幼霞改变了行程，结果逃过一劫。回来之后呢，就传出了讲说，为什么要留置约谈所谓的长汀球，就是因为张幼霞发现了，你是不是想要弄掉我啊？好，你想在空中派人暗杀我，那我也搞你一回。来，我们看看北京城的
7环高速公路这一把大火，怎么扯出了2个人的暗杀叠对叠呢？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北京7环 G95的这个所谓的隧道啊，在去年12月17号发生爆炸。那个时候其实公布的状况是说，有一辆油罐车在隧道内啊，遭到人家追尾撞击之后呢，起火燃烧。但是呢，至少20多辆的汽车严重毁损。不过那个时候很奇怪的是，你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车祸，理论上面来讲，媒体应该会比较详细的报道。对。不过中国央视啊，还有新华社这些官网都没有发布完整的情况。后来甚至有网友在微博分享事故画面，写下期盼一切平安之后，立刻呢就接到电话，谁打电话来？河北高速交警保定支队野山坡大队的人员说：“来，你那个网络上啊，不要再乱写，你把文章给下架了。”后来我告诉你哦，整个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为什么？说蔡奇跟王小红也赶到了现场勘查，还将现场的事故报告送给了习近平啊。一起车祸而已，为什么要上报到习近平呢？后来网络上就传出来讲说呢，第一个哦，这个肇事者疑似来自于新庄。那人讲说新庄是不是新疆啊？新疆是不是对新疆这个路况来的新疆那个路况不熟，所以才引发了这个？可是更奇怪的是，下面的这个秘密报告里面居然说呢，在整个车祸现场的碎片里面，找到不属于车体的残存物跟刀具啊，有刀具，那这个就很怪。什么叫不属于车体的残存物？是不是爆裂物啊？而且呢，你知道后来更夸张的是，还有说呢，在这一场车祸事故当中啊，有多名习近平安保随从在事故中伤亡，这个是重点。也就是说，这一场火烧车的意外，恐怕不是意外，是冲着习近平的保镖，或者直接冲着习近平而来的。这就是最奇怪的。你说一个他的这个那个安保随从哦，有一个在里面，那可能是个巧合。你好几个在里面，对，要么就出任务嘛，不然的话，你说出任务，什么样的状况会让这些人聚集在这里面？他们算准了习近平会在这个车上，才会有这么多保镖随行保护喽。那如果不是习近平本尊，里面死的会是替身吗？但不管怎么样，拿下了张幼霞之后，我们要问的是，对于台海来讲，台海可以稍微安心松一口气，还是台海接下来会更兵凶战危呢？最近这1年多的时间，解放军对于台海的这个所谓的状况，其实说实话叫做步步进逼啊。你看1月23号的时候，解放军又进行第3次的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可是这时候就提到了张幼霞这个角色。张幼霞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将领里面，算是极少数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是，他早些年也曾经参加过中越战争啊。是，所以很多人觉得说他对于战争的这个判断力啊，其实非常的精准，甚至有些人认为说，在台海议题上面，他属于对台攻击的叫做谨慎派啊。所以他是习近平的刹车皮。是，但是问题现在来了哦，就是说他如果中箭落马的状况之下，会不会让这些所谓的积极派，甚至想要在这个阶段里面对习近平表忠的人，试图在台海问题上面用冲撞的方式来博取习近平的信任呢？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